提到老年痴呆症、阿兹海默症，许多人心中都会泛起一种深深的恐惧。这种疾病常被形容为不死的癌症，甚至是比死亡更可怕的死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一旦患上老年痴呆，患者的一切记忆、人格、生活能力都可能逐渐消失殆尽，仿佛人生被按下了重置键。早期只是偶尔忘事，计算力和判断力下降，随着病情进展，患者会越来越混乱，甚至不认得家人朋友，不记得自己的名字。到了中晚期，他们可能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，如同行尸走肉般存活。注意，此处没有夸张，这是真实写照。对患者本人来说，忘记一生的爱与恨等同于精神世界的死亡，而对家属而言，常年照料一个逐渐陌生的至亲，既沉重又心碎，精神和经济压力都巨大。更残酷的是，目前医学上仍没有根治老年痴呆的特效药，市面上的药物顶多延缓症状恶化，却无法逆转疾病。这意味着一旦离病，患者和家人面对的是漫长而无奈的告别。因此，预防老年痴呆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们都希望，如果有一天能活到90岁、100岁，也依然头脑清醒，记得儿女，记得青春往事，不被失智所困。难道这只是遥不可及的愿望吗？科学家们一直没有放弃找寻答案。为了对抗这个记忆的杀手，全球的医学与科学界投入了无数研究。大家不断在思考，有没有办法让大脑老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在众多方向中，生活方式成为焦点，其中吃什么或怎么吃可能是最简单也最令人好奇的预防途径。从20世纪末起，科学家就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，例如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老人罹患老年痴呆的比例似乎较低，他们普遍饮食中富含鱼类、新鲜蔬果和橄榄油。又例如日本冲绳、美国拉格纳等长寿村的居民，虽然基因各异，却都有健康的饮食习惯。这些线索指向一个关键，饮食可能藏着预防失智的秘密。为了找出哪种食物或营养对大脑最有益，不少大型长期研究陆续展开。科学家们招募了成千上万名中年人，追踪他们数十年的饮食和健康状况，希望从中找出影响老年脑部健康的关键因素。例如，早些年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 Neurology 上的一项研究指出，长期摄取高类黄酮含量食物的人，晚年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大约比摄取较少者低了20%。类黄酮是存在于蔬果、茶叶等植物中的天然抗氧化物质。研究发现，每天多吃富含类黄酮的食物，如莓果、柑橘类水果、深色蔬菜等，对维护大脑功能有明显帮助。当时这个结果让许多人趋之若鹜地开始莓果养生，每日一杯茶，可见大家多么渴望远离老年痴呆。然而，类黄酮食物并非唯一的希望之光。过去还有研究暗示，欧米伽3脂肪酸存在于深海鱼和坚果中，维生素 E 存在于坚果和植物油中，等营养素可能对大脑衰老有保护作用。总而言之，科学界渐渐拼出一幅图景，均衡丰富的营养或许是大脑健康老化的关键拼图之一。但在如此众多的饮食因子中，哪一项才是最有效的克星呢？一直以来没有定论。终于在2024年，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为我们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。老年痴呆的克星似乎找到了。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在过去近30年中追踪了超过9万名受试者，他们来自2个大型队列，护士健康研究和医师健康跟踪研究。研究开始时，参与者平均年龄56岁，皆无心血管疾病或癌症等重大疾病。研究人员每隔4年就调查这些人的饮食习惯，包括每天吃了哪些食物，用了哪些油烹调等等，一追就是28年，期间共有4700多名参与者因为老年痴呆相关原因去世。研究团队细心分析了庞大的数据，试图找出哪些饮食习惯能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或死亡风险。结果发现，在众多饮食因素中，有一项非常突出，那就是每日摄取橄榄油的习惯。那些每天摄取超过7公克橄榄油，约相当于半汤匙或以上的人，
因老年痴呆而死亡的风险降低了将近 28%。换言之，常年坚持每日食用橄榄油的人，晚年因失智离世的几率比几乎不吃橄榄油的人足足低了近30%。这个结果令研究人员感到惊喜，因为即使排除了其他影响因素，例如总体饮食品质、运动习惯，甚至遗传因素，橄榄油带来的保护效应依然明显存在。更妙的是，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，如果用橄榄油替代日常餐桌上的一些不健康油脂，效果更加突出。例如，用每天5公克的橄榄油替换掉相同重量的奶油或人造奶油，老年痴呆相关风险也有显著降低。这些数据强烈暗示，橄榄油本身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的重要工程。当这项研究结果公布后，医学界和媒体一片哗然，许多人惊呼难以置信，厨房里那瓶普通的橄榄油竟藏着如此巨大的护脑力量。有人戏称，原来老年痴呆的克星一直躲在我们厨房的架子上。当然，研究者也谨慎地提醒，这毕竟是一项观察性研究，橄榄油与失智风险降低之间是相关性，而非绝对因果。但尽管如此， 28% 的风险下降幅度已经相当惊人，而且和橄榄油相关的各种科学发现能相互印证。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，橄榄油正是延缓大脑衰老的一把利器。橄榄油被誉为液体黄金，向来是地中海饮食的灵魂食材之一。那么，它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能够成为老年痴呆的克星？从营养成分和作用机制上看，橄榄油对大脑的好处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。不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保护心脑血管。橄榄油中最丰富的成分是油酸，一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。相比动物油和奶油中大量的饱和脂肪，单元不饱和脂肪对血管健康非常有益。它能降低坏胆固醇 LDL， 提高好胆固醇 HDL， 从而预防动脉硬化。这点不仅对心脏好，对大脑同样重要。因为大脑的健康高度依赖充足的血液供应，血管通畅就意味着脑细胞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和养分。而且，中风、脑卒中是导致失智的重大原因之一。中风后可能造成血管性痴呆，橄榄油有助于降低中风风险，间接也就降低了失智的风险。富含多酚抗氧化物，清除脑内垃圾。橄榄油，特别是初榨冷压的特级橄榄油，中含有许多珍贵的多酚类植物化合物，例如橄榄苦苷 Oleuropein 和橄榄醛 Oleocancel， 这些物质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，被认为是橄榄油的秘密武器。科学家发现，橄榄油中的橄榄醛能促进大脑中贝塔类淀粉蛋白的清除。贝塔类淀粉蛋白斑块正是阿兹海默症患者大脑中的一大元凶，它们堆积在神经元之间，妨碍信息传递，并引发发炎反应，加速脑细胞死亡。橄榄油的多酚成分就像脑中的清道夫，帮助清理这些有害的脑内垃圾，减少斑块累积。此外，橄榄醛还被证明有类似于小剂量布洛芬的抗炎效果，能减轻脑组织的慢性发炎。由于慢性炎症被认为是促进脑退化的重要推手，橄榄油在这方面提供的降炎保护非常关键，含有维生素 E 等脑部营养素。橄榄油，尤其是冷压初榨型的营养成分中，还包括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等脂溶性维生素。维生素 E 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，长期以来被研究与认知功能维持有关，它能保护脑细胞膜免受氧化伤害。一些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E 摄取高的人群认知衰退速度较慢，而维生素 K 有助于保护神经元并参与脑内脂质的代谢，也可能对预防失智有所注意。虽然从橄榄油中摄取的维生素量不算特别高，但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潜移默化也能帮助身体补充这些对大脑有益的成分，提升整体饮食质量，替代不健康油脂。每天吃橄榄油的人，往往意味着用橄榄油来烹调食物，拌沙拉、沾面包，这同时也代表它较少使用到奶油、猪油或高度加工的精致植物油。哈佛研究的一个有趣发现是，拿橄榄油去替换掉其他劣质油脂，对降低失智风险特别有效。这提示我们，橄榄油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提供了什么，
更在于它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油。怎么说呢？传统观念里，中老年人被劝诫要清淡饮食，少油少盐。许多人认为为了健康必须跟油脂绝缘，但事实上，油并非洪水猛兽，关键在于选对油，适量用。橄榄油正是一种高品质的油脂，它让我们在保障美味的同时，不必担心摄入过多对大脑有害的反式脂肪或饱和脂肪。也就是说，不用吃得毫无滋味，也可以守护脑袋。把厨房里的劣质油换成橄榄油，就是在为大脑提供更干净的燃料。综合以上种种，橄榄油如同一位全能的大脑守护神，从多条战线对抗着老年痴呆的病理进程。难怪研究人员感叹，每天一勺橄榄油，也许就是给大脑买了一份长期保险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该如何在生活中充分利用这位克星呢？研究中特别强调，50岁以后每天吃一次橄榄油的习惯。为什么锁定50岁这个年纪？因为大约在50多岁时，我们的大脑开始出现与年龄相关的变化，可能是非常轻微的记忆力下滑，或注意力不如从前。很多阿兹海默症的病理改变，例如蛋白质沉积，其实在发病前20年就悄悄开始，所以中年往后正是介入预防的黄金时机。在50岁这个门槛上开始新的习惯，一点也不晚。只要每天给自己补充1小勺橄榄油，长年累月坚持下去，到了耄耋之年，你的大脑可能会感谢今天努力的自己。那么每天吃橄榄油究竟该怎么吃呢？其实方法非常灵活简单，把橄榄油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即可。以下是一些建议，帮助你轻松将橄榄油融入每日餐桌。沙拉淋酱，用特级初榨橄榄油加上一点醋或者柠檬汁和香料，调成美味的沙拉酱汁。每天一盘新鲜蔬菜沙拉，浇上橄榄油，不仅美味，还为大脑带来滋养。取代煎炒用油，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用橄榄油来取代平常的煮菜用油。一般来说，橄榄油适合中低温烹调和清炒。如果做简单的炒蛋、炒青菜，橄榄油完全胜任，而且会带出食材香气。搭配全麦面包，欧洲人的传统吃法是以橄榄油取代奶油，抹在面包上或当作面包蘸料。你可以尝试在早餐时吃一小块全麦面包，沾点橄榄油混合香草或大蒜蓉，风味独特又健康。烹调汤品与酱汁，煮汤时滴上一匙橄榄油提味，或是在意大利面酱、炖菜出锅后拌入一些橄榄油，都能增加香气和营养价值。直接摄取，如果你能适应橄榄油的风味，也有人选择每天直接喝一小口，约1汤匙的特级橄榄油，当作保健之道。这种方法在某些长寿老人中很流行，他们戏称为每天早上的一杯阳光。不过初次尝试者可能需要点时间适应，可以从半汤匙开始，养成每天橄榄油的习惯后，不出几周，你的味蕾就会爱上这股清新的橄榄香气。更棒的是，你可以尽情享受美食的同时，暗自盘算自己正在为未来的健康积少成多。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棒呢？当然，摄取油脂还是量力而为，1天半到1汤匙已足够，不需要过量灌饮。橄榄油虽好，也含热量过多，反而可能带来其他健康负担。总之，少量、持续、长期是关键。把橄榄油融入生活，一点一滴累积对抗失智的本钱。虽然橄榄油被研究指出对预防老年痴呆有显著效果，但我们也要清楚，大脑健康来自综合的生活方式管理，单靠一种食物或单一因素无法保证完全不得失智。我们在日常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，它们含橄榄油一起组成防御老年痴呆的健康盾牌。均衡饮食，摄取多种护脑食物，正如前文提到的类黄酮研究，多吃蔬菜、水果、坚果、豆类，富含 Omega-3 的鱼类都有助于脑部健康。特别是每周吃2次以上的莓果、蓝莓、草莓等，有助于记忆力。常吃深绿叶菜，如菠菜、羽衣、甘蓝，可能让大脑年轻好几岁。此外，绿茶富含茶多酚，适量饮用对大脑也有益处。把橄榄油与这些食物搭配起来，例如用橄榄油拌菠菜沙拉，搭配坚果和橘子片，效果更佳，营养更全面。避免伤脑的饮食习惯。
既然有利的食物要多吃，不利的当然要少碰。一些研究指出，高糖、高盐、高度加工的食品可能加速大脑老化。例如，常喝含糖饮料、吃大量精致甜食，容易导致血糖波动，甚至糖尿病。而糖尿病被称为阿兹海默症第3型，是失智的重要危险因子。再如，经常摄取反式脂肪，常见于加工糕点、油炸食品的人，失智风险明显升高，因为这类劣质脂肪会损伤血管并引发炎症。因此，我们应尽量避免速食和零食中的垃圾热量，把胃口留给天然健康的食物。保持脑部运动和社交饮食之外，千万别忘了给大脑足够的运动和刺激。研究显示，规律的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、骑车，能促进脑部血液循环，甚至刺激大脑产生新的神经元连结，使大脑更年轻。同时，保持终身学习和好奇心，多动脑、多用脑，也能增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，提高认知储备。例如，培养阅读、下棋、学习新语言或乐器等爱好，都像是在给大脑做健身。此外，丰富的社交生活也很重要，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，参加社区活动，聊天、倾诉、欢笑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其实能减少抑郁孤独，提高大脑的抵抗力。毕竟，我们的大脑天生渴望互动和刺激。当我们把健康饮食、规律运动、心智锻炼和良好作息结合起来时，预防老年痴呆就不再是天方夜谭。在这套组合拳中，橄榄油每天1勺的习惯是重要的一招，它为整体健康奠定了营养基石。还记得文章一开始的那个可怕场景吗？许多人谈痴呆色变，生怕自己晚年记忆模糊，认不出至亲。然而，现在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。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告诉我们，也许每天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就能让我们远离老年痴呆的阴影。这个改变既不昂贵，也不复杂，它只是改变了我们餐桌上一抹油光的颜色，从普通的烹调油换成清香的橄榄油。就是这样简单的1勺油，长年累月的累积，可能换来未来20-30年，甚至更久的清晰头脑。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，90高龄时依然记得孙儿绕膝的欢笑，100岁生日时还能向晚辈说说年轻时的趣事。这幅画面过去也许只能存在于梦想，而现在我们离它更近了一步。当然，我们并非找到长生不老药，人生在世变数人多，但至少我们知道了大脑保健的正确方向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从现在就开始行动呢？无论你现在50出头还是60、70岁，其实都不嫌晚。从今天开始，在厨房中添置一瓶优质的橄榄油，学着用它烹调美食，滋润生活，让饮食成为药物，让厨房成为药房。我们每个人都能主动为自己的大脑储蓄健康资本。最后要提醒的是，心态也很重要。与其害怕老年痴呆，不如积极的去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每天1勺橄榄油，一份均衡营养，一点有氧运动，一次开心的聊天，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在为将来积攒清醒与尊严。或许有一天，当我们吹熄100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时，会由衷的感激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些改变。那时的我们耳聪目明，记忆犹新，笑着对晚辈们说，你看，老年痴呆的克星其实一直在我们自己手中。